今天我们收到一个合租房案件，凌晨1点，小安刚刚睡着，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很大的说话声，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笑声。他翻了3次身，用被子蒙住头也没用，心里的火越来越大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安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。他皱着眉对朋友说：“我向他很生气，因为他总是半夜打电话。”朋友愣了一下，没明白他的意思。你要向他做什么？道歉吗？小安更着急了，连忙摆着手解释：“不是，是他吵得我一整晚都没睡好。”意思没错，借词却把情绪送错了方向。先打开今天的案件档案，2名关键角色是向和对，他们后面都可以跟人，也可以跟事物，所以特别容易混。但是他们看的不是同一条线索，判断标准完全不同。像一支离弦的箭，强调动作从说话人出发，明确朝谁发出。对，像一个精准的目标圈，强调态度和感受全部聚焦，落在谁身上。一个追踪动作，一个追踪关系和情绪。第一条线索就藏在生气里。生气不是你能向别人递出去传过去的具体动作，它只是你内心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，不需要通过外在行为传递给对方。它是在说明你对一个人的态度。所以要说我对他很生气，如果后面换成一个动作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比如我向他道歉，道歉是一个从我这里发向他的动作，需要用语言或行为传递出去。同一个人，前面的介词会因为后面的核心词而改变。现在把核心规则贴上证据板。规则1：动作朝一个人发出，具有单向传递性。常用项，比如道歉、请教、求助、申请和汇报。规则2：表达对人的态度、感受或评价，属于内在心理活动。常用对，比如生气、满意、失望、友好和感兴趣。规则3：表示实际方向时也用项，比如向前走、向左转。下面我们检查6条证据。先看项。例句1：我向室友道歉，因为昨晚音乐太大。室友听完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例句2：他向老师请教这个语法问题，老师耐心地给他讲解了知识点和易错点。例句3：我们向房东申请换一个房间，房东说会尽快安排物业过来查看情况。这些句子都有明确的动作，有清晰的传递方向。再看对。例句4：我对室友很生气。例句5：房东对我们的要求很理解。例句6：他对新的住处很满意。这些句子在表达态度、感受或评价，没有向外的动作传递。现在把2句话放在同一个场景里。第一句，我对他很生气。这句话只说明我的情绪，没有说我做了什么。第二句，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。这句话说明我真的做出了一个动作，把想法传递给了他。小安先对室友生气，后来才向室友提出要求，请他晚上小声一点。情绪用对，行动用向，故事马上就变得清楚完整了。接下来进入常见错误现场。错误1：我向他很生气。生气是态度，要改成我对他很生气。很多同学看到后面跟着人，就下意识用了向，忽略了核心词的词性。错误2：我对老师请教了一个问题。请教是向老师发出的动作，要用向，不能只根据宾语是人就选择对，动作的方向性才是关键。错误3：我向中国文化很感兴趣。感兴趣是心理感受，要说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。表达对事物的态度和感受时，同样要使用对。不要只看后面是不是人，真正的证据是后面的动作或态度。以后遇到向和对，先不要急着选，先看后面的核心词。如果是道歉、请教、求助，
申请这样的动作。选项如果是喜欢、生气、满意、失望这样的态度，选对。如果说的是前后左右的方向，也选项。记住一句判断密码，考试和日常交流都能用。动作有箭头，用向；态度有目标，用对。现在轮到你来破案，请暂停视频，用向或对填空。这4道题覆盖了今天所有的核心考点，一定要认真思考再作答哦。现在来揭晓答案，你做对了吗？现在我们总结本案，向和对后面都能跟人或事，但判断时不能只看对象，要看你是在做一个动作，还是表达一种态度。向室友道歉，动作有方向；对室友生气，情绪有对象。所以本案的错句应该改成我对他很生气，因为他总是半夜打电话。现在给你一个评论区挑战，你最近对什么事情很感兴趣？请用对写一句话，比如我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，也可以再用向写一句，比如我想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。把2句话都留在评论区吧，看看谁写的最地道。今天的室友矛盾误会案已经破解，下次看到向和对，先找后面的核心词，动作朝谁发出，用向；态度落在谁身上，用对。这样阅读判断会更快，写作也不容易丢分，让你的表达更地道、更自然，和中国人日常交流的时候也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我们下一个案件见。